2014年，香港苏富比春季拍卖会，梅荫堂珍藏，名成化鸡缸杯，由上海收藏家刘义谦先生以2.8亿港元拍下。在交付时，他用此杯饮茶，被戏称为有史以来最贵的一口茶。这人现在活得很累的，喝个茶我也不是买鸡缸杯回来天天喝茶，我也就喝了一次。我买回来鸡缸杯，花几百万装修折腾，就是展示这么个杯子。我又不是天天买回来喝茶，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随即，这个鸡缸杯家喻户晓。为何一个高3.4公分、口径8.2公分的杯子拥有这般高的价值？明代的瓷器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拨开迷雾，少走弯路，带你进入最 top 的收藏圈。大家好，我是翟建民，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下明朝瓷器。在明代，景德镇瓷器占据了全国的主要市场，代表明代制瓷业的最高水平。制瓷工艺技术也有新的突破，极大提高了瓷器生产的质量与产量。青花瓷器仍是最主要的产品，但青料和画风都有了转变，颜色釉瓷的收造进入炉火纯青的境界。霁蓝、甜白、焦黄、孔雀绿釉等单色釉品种不断创制，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而以成化斗彩为代表的彩瓷，是我国制瓷史上的空前杰作。在瓷器收藏当中，永乐、宣德的青花、成化的斗彩、嘉靖、万历的五彩，均是高价迭出的板块。好了，你看这里，永宣的器物，玻璃器，这个是铜，这些都是金属，全部都是伊斯兰的造型，原始就是伊斯兰的。伊斯兰为什么那么多它的金属器会来到我们中国呢？这个就跟郑和下西洋有关联。郑和下西洋，它的宝船是到了中东国家，把中东很多特殊的金属器带回我们国家。带回国家当然要上供给皇帝，而永乐皇帝认为这些都是很特殊的宝贝，所以御旨照样做瓷器。做了瓷器之后，郑和第2次下西洋的时候，就把瓷器带到中东国家，作为馈赠、交流或者是贸易。所以大量的永宣瓷器在伊斯兰的地方。那么伊斯兰国家有一个规定，哪一位皇亲国戚去世了，你家里如果有这种青花的话，必须得上供，不能归私人手里的。所以哪个大官啊，当时是什么赏识的啊，宫廷给他的啊，或者是怎么样，你必须的要死了之后就上供。而且伊斯兰的这种宗教也是很诚实的，死了就上供。所以那么多器物都流到宫廷去。那么所以这个永宣的器物很多是跟中东国家息息相关。好像这个扁壶，我们经常也会在博物馆啊，或者是大拍会见到，对吧？这个是什么纹饰啊？几何图案，这个就跟伊斯兰的思想有关。2变4， 4变8， 8变16，永远源源不断的图腾的一个思想，就跟我们八卦道教的那种思想一样。这个就是几何图案，一个缠枝莲。还有时候呢，我们发现呢，还有6颗星的，在这里。6颗星的，我们经常会遇到中东的一些他们的回教的庙顶部不是月亮跟星星，星星就是6角的。所以这个纹饰全部是来自中东。
不是我们中国的纹饰。当然，海水啊，这个是来自我们中国的，但是这种纹饰全部都是来自他们的伊斯兰国家。这个瓶子差不多几年前在香港苏比拍，刘一天买的，1954年，285磅。这个藏家50年代开始收藏，70年代去世。全英国、全欧洲最大的做玻璃的商人，苏比在他仓库处理他的藏品的时候，还翻到他好几本的笔记，所有的笔记写这个青花什么发色、什么纹饰、大小、尺寸，多少钱买？你说一个老外把所有资料都整得整整有齐，那么有钱，他需要吗？他不需要啊，他说买藏品的吗？不是。人家是真的是规规矩矩，每一个东西怎么来的，什么样，画了什么纹饰，啊，我怎么样得到它，这个就真的要学习。永乐宣德时期的瓷器，除了受伊斯兰地区的影响，创出了许多新造型外，青花瓷器所用的青花料苏麻离青也来自伊斯兰地区。这种青花料在适当的火候下，能烧成像宝石蓝一样的鲜艳色泽，但由于青花料含铁量过高，在烧制时青花部分会出现黑瓷斑点，这种自然形成的黑斑和浓艳的青蓝色却又相映成趣，被视为无法模仿的永宣青花瓷器的成功之作。这个是一个宣德的鱼藻纹的碗，它这个造型啊，石灵就是一半一半一半，好像荷叶一样。你说是怎么欣赏它？这不只是画鱼嘛，也是中国人喜欢的，也是名品。我觉得呢，用鱼缸的角度，就好像在鱼缸里边有水的鱼，我们去用这种欣赏的角度，要不然的话你怎么看呢？不是画鱼的鱼藻纹很重要，very very good， 是吧？去欣赏它的时候，就好像在一个鱼缸，这个鱼啊有水，非常活泼的一种景色，去欣赏它。要不然的话，就是一个大碗画的是鱼，是吧？但是这样一变成了一幅栩栩如生的一幅画，对吧？鸡缸杯在明代的时候，万历时候有一个文献，我能够查到，要买一件鸡缸杯，在万历时候1万两黄金。没记错的话，就是乾隆15年，宫廷有一个天字的斗彩罐，成化的孔磨了。那么这个罐子呢，乾隆皇帝呢谕旨呢给唐英，你帮我呢修复这个天字罐。那么唐英看到这个罐之后呢，他说他回复乾隆皇帝说，弄不了，因为它口破了，当时的修复的那个技术没有。那么这样子，他说好不好呢？我做一个跟他一样的，就是同样纹饰大小这个天字罐。那乾隆皇帝只能够 OK 啦哈。表示什么呢？这个表示在乾隆时候，对于成化的斗彩，乾隆皇帝都那么珍惜，破的都要去它修复。从这2点就能够看得出来成化斗彩的重要性。斗彩是在成化年间创烧，基本上都是官窑产品。斗彩是预先在高温1300摄氏度下烧成的釉下青花瓷器上，用矿物颜料进行2次施彩，填补青花图案留下的空白和涂染青花轮廓线内的空间，然后再次入小窑，经过低温800摄氏度烘烤而成。作为斗彩名品的鸡缸杯，为什么就出现在成化呢？成化皇帝酷爱万贵妃，万贵妃大他18岁啊，他从婴儿的时候把他哄大，他就爱她，有什么办法呢？到了他长大了之后，他就娶她做他媳妇。万贵妃据研究说她是属鸡的，所以呢就出了鸡缸杯。那为什么宣德不出鸡缸杯？为什么嘉靖、正德不出鸡缸杯？恰恰好成化才出鸡缸杯，所以鸡缸杯的出现就跟万贵妃有关。而且呢，成化皇帝太爱这个万贵妃，万贵妃呢喜欢呢喝点小酒，所以就出了很多
成化、斗彩或者青花或者单色釉的小杯，经常呢在月下，成化皇帝与万贵妃把酒谈心呐。你看这个鸡缸杯，其实它的用意，鸡这个谐音吉祥的吉，有这个吉祥的用意，包括它公鸡、母鸡还有小鸡，是等于是一家亲一样，是有这种吉祥的纹路，包括一个灵石的一个石头，这几朵花，8丈远呐，你都能够看出这朵花，这种血红的这种花，好像要抛出来一样，这个历代历朝都做不出来的，只是成化能够做得出来，非常艳丽，这个立体感非常非常浓，所以这个斗彩在成化年间，这个鸡缸杯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好了，这个杯第一次出来是1971，当时29000磅，它本身它有3个，后来他自己手里还藏了2个，这2个呢，一个是380万港币，欧柏林先生在香港，现在还在他手里。到了99年就我失之吊臂了。这个杯就是梅英堂后来拿出来的那个2917，当时99年我就是那个年轻的大陆买家，委托，当时定价多少钱呢？800到900，800到900，如果翻一翻呢，99年的时候1000多万就很大的钱了。结果我冲到2700没买到，2720，经常是输一口。2700为什么经常会2呢？那好像那个竹的珐琅彩杯1620，我们到6600，然后人家加了一口2。香港拍卖呢是2580这样子，所以哎呀，顶着咬了牙再去一口，好去到一个零头的时候，人家再加就输了。所以呢，我们拍卖的时候呢，有时候呢也会这个策略，比如说到1500，比如说15000吧，到15000呢，你真的很喜欢的话，不要到18000，一口就到2万，这顶死对方，明白吗？比如说你也心理价位2万，我也2万，他也2万的话，那你出18000，人家一口就2万，那不是顶着你了，塞着你的喉咙了吗？这个就是拍卖的一个政策，拍卖的一个我们的经验，经常会赢对方，就赢什么？就赢人家一口价，知道吗？这个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那对方如果再一口得欧，那就拜拜了，22000，那就我们就放手了。所以买东西的时候就有一个政策。2014年定价2亿到3亿，2亿8千多，刘一谦买了。他当时去提货的时候，他刷卡刷了280次，好像1000万一次，还是多少百万一次，刷卡刷了好几百次啊。然后呢，刷完了之后呢，苏比啊，请他喝茶，他说：“哎，到这里。”他说：“那不来用一下，那不是白花了这个钱吗？”轰动全世界哈，这个价钱。但是人家呢做了文创，在景德镇啊做了大概1万个，有3种嘛，高中低，最贵的8000， 3000，然后好像800这样，3天排队排长龙啊，把钱找回来了。所以买东西有时候你们也要想一下，比如说有用，比如说作为我们公司的一个资产，也可以考虑文创。这个是一个万历五彩的一个壶，瓜囊非常漂亮。1989年我替一个香港藏家买的，1989年，它的来源是英国铁路基金会的藏品，非常有名的一个基金会。英国铁路基金会当时多少钱买的呢？250万。1989年，为什么呢？我这个藏家呢，他的知识其实也不是很广泛，
只不过铁路基金会的东西肯定是很好啊，然后也很美丽，五彩缤纷。到了2007年，也20年了吧，他的父亲去世了，儿子第二代通过我帮他上了苏比07年。那么当然相隔那么多年，它的增长一定是挺高的，但是大家别忘了07年的时候，对于五彩的东西家境万历，五彩的东西大家都不是太认可，因为日本人已经不买了，已经停了。那我们本身中国人也不会太爱它，一般中国人还是喜欢什么粉彩啊、青花这些东西，万历五彩还是比较粗，看起来比较粗糙。那我也帮他上吧，定了大概个3几百万吧，哇，结果卖了1600多万，怎么会那么可观的呢？真的是零，不知道为什么。嘉靖、万历时期，五彩瓷器主要色彩有红、绿、黄、蓝、紫等，蓝色为釉下青花。这个时期的纹饰大多都非常繁复，色彩艳丽浓重，对比强烈，确实不是一般的收藏家能欣赏得了。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个万历五彩刮棱式花鸟纹提梁壶能拍到如此高价呢？后来我查了一下，它是被一个英国人买的。英国人怎么会出手那么多钱呢？这个银的嘴估计要加1000万，这个盖子就不用多说了，它是有一个链子嘛，怕它丢失了嘛，这个就不重要。这个嘴加了这个银，前边还有个盖子，这个盖子刻了这一块树叶，在我们手里，在藏家手里30年了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原来是维多利亚2世维多利亚2世的徽章，第一次铁路基金会都没有发现。我们给了苏比之后，苏比把这件藏品拿去英国做展览，被一个专门做徽章的专家发现。他说这个叶应该是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他查资料，查到维多利亚2世的一个徽章，那么就公布这个事情了。然后再查这把壶，原来在维多利亚的时候已经有那个记载，伊丽莎白她的母亲的母亲在明万历时候生病，一个天主教的这个主教去医院拜候这个伊丽莎白的母亲，拜候去探望完了之后，这个英国皇室把这把壶送给主教。原来有那么重要的一个历史记载，那我们作为我们中国人肯定不懂啊，所以将来如果看到有银嘴的东西，如果是有纹饰的，告诉我一下，我帮你查一下。喂，好多钱的，原来有一个那么重要的记载，对不对？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下次继续再说。